今天我们聊一聊我在迪拜参加阿拉伯战略论坛的一些经历。这几天我在迪拜还是颇有收获。这次邀请我去迪拜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酋长国的总理亲自邀请我去的。然后说为什么邀请我去呢？说这个总理前不久收看电视，看到英国电视台采访我谈中美贸易战，然后呢听我说起上5000年下5000年，说起中国不屈服，有没有美国，我们都这么活了5000年了，如果美国要欺负我们中国，如果要自绝于我们中国，中国准备着在没有美国的前提下还要再活5000年。Yeah, and China will lose the US market, which, as I've said, is 15%. We don't care. We don't care. China has been here for 5,000 years. Most of the time, there was no United States, and we survived. 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bully China, we wi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expect to survive for another 5,000 years. 他们说这个迪拜酋长国对我的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所以呢就做出邀请。我快出发的时候，我还获得一个消息，原来5月14号在迪拜举行的这次阿拉伯战略论坛还有一个道理，正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浩浩荡荡率领了他的代表团要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访问。这两件事看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迪拜酋长国总理早就知道特朗普总统要对阿联酋进行访问而精心设计的。为什么呢？因为迪拜酋长国希望在特朗普总统访问迪拜之前有一个美国人还有一个中国人一起谈一谈他们对当今世界，对中美关系及其中国和美国各自走的路谈谈自己的看法。原来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14号这一天就摆开阵势在迪拜著名的大楼51层，就是著名的阿拉伯战略论坛的所在地，摆开阵势这一边呢，他们邀请了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之内于2017年任命的美国驻丹麦王国的大使，叫卡拉塞斯大使，是个女大使这边呢就邀请我高志凯博士进行讨论。大家听我说，这是我这一辈子参加的最有意思的，差距如此之大的，黑白分明的一次讨论会。为什么呢？这个卡拉塞斯大使对于我们中国真的是满口胡言，对于世界很重要的事情是差之千里然后呢，竟然在迪拜，在这么多的迪拜酋长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达官贵人显赫人士，以及很多跨国公司在阿联酋的首席代表董事长面前竟然能够这么说。而我对他的回应，我对他的辩论，我觉得是记录在案的。首先呢，关于自由贸易，这个卡拉塞斯大使竟然说自由贸易过去了，现在不搞自由贸易了，现在搞的是公平贸易因为这么几十年中国通过贸易去强迫美国人，去占了美国人的大便宜等等。我说自由贸易才是当今的大势所在，而你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公平贸易，而公平贸易必须是自由贸易过去英国100-200年都推崇自由贸易，虽然它夹杂着一些私货，比如说把卖鸦片也当作是自由贸易这是一回事。美国也是100多年来都推崇自由贸易，怎么到现在美国自己要砸自由贸易的场呢？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就是因为
100多年来他一直在推崇自由贸易，而迪拜和阿联酋之所以有今天成为世界著名的油气大国，成为世界著名的交通枢纽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拥抱了自由和平，就是因为你拥抱了自由贸易，你一直在做自由贸易，你获得了利益，才把一片沙漠变成了现在的繁荣的大都市。所以不要跟自由贸易为敌呀！我感觉到在座的迪拜人、阿联酋人，还有很多的中东人，甚至还有很多跨国公司的代表，对于这种黑白分明的两种不同的说法，谁对谁错，大家是一目了然。再说一个事儿，他说呀，中国这几十年不是在做发展啊，不是在搞进步啊，等等，就是在钻美国的空子，然后呢，要这个夺取掠夺、偷窃美国的技术等等，甚至说中国的发展就是靠偷美国的技术做成的。我说，你要明白中国在这儿已经5000多年了，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过很多最先进的，在很多很多时间里边，中国始终是不仅是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且在科学技术都是领先于全人类的。你看今天的话，中国现在有一些技术是你美国根本没有的，我怎么偷你的呢？是吧？你都没有，我怎么偷你的？另外一个，中国现在在专利申请等等知识产权方面都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了。你靠技术封锁你封不了中国，而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吧，你应该能够看得明白吧。我还拿最近巴基斯坦和印度进行的空战做了一个例子没有深入展开等等。但是我就说，你看中国现在在很多方面，军用民用方面都有很多世界上第一流的杀手锏我觉得迪拜朋友们、阿联酋朋友们、阿拉伯朋友们听到我所说的，他自己是心知肚明。另外，关于现在美国人正在做的全球关税战他说这个关税战是很正确的，美国人是需要通过这样的手段，然后呢来实现公平的贸易。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说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政府最近4月2号他声称是叫美国解放日以来对全世界搞的这个关税战实际上就是拿着枪顶着你的后脑门，或者顶着你的脑门说投降，你必须听我的，我说的你必须做等等，然后进行了这种巨额的关税当然他的目的可能是想孤立我们中国，重塑世界的供应链等等，试图呢把制造业工作逼回美国国内去做。但是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搞关税战的话是绝对错误的。我说呀，美国犯了一个病美国整天都在担心我的敌人怎么不够多呢？而我们中国整天都在担心我的朋友怎么不够多呢？我们是希望到处去发展我们的朋友，而美国为什么到处都去树敌呢？这个卡拉汉塞斯大使说没有我们没有去树敌我们的朋友很多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我说你话虽如此，但是你不是担任过美国驻丹麦的大使吗？我估计你最近可能电话被打爆了吧，很多人都问你卡拉塞斯大使，你美国人为什么要去欺负这个老实巴交的丹麦人呢？为什么逼着丹麦要出卖他现在所控制的格陵兰岛的？你如果说美国人没有拿着枪顶着丹麦的脖子要丹麦出卖格陵兰岛，谁信呢？另外我说美国你为什么对你北边的邻国几十年如一日，接近100多年如一日是你的盟国加拿大人呢？加拿大还出了一个诺尔曼白求恩，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为什么要逼着加拿大成为你美国的第51个州呢？
你不就是在拿着枪顶着加拿大的后脑勺，逼着他就范吗？哎呀，我觉得这样的短兵相交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把卡拉桑斯大使和我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结论表现得黑白分明。再接着说他说这次在日内瓦中美进行了谈判，然后呢美国人终于把中国逼上了谈判桌，然后呢美国全胜，中国全败了，中国不得不跟美国人谈，而且不得不跟美国达成了协议我们取得了全胜了，我们现在逼着中国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哎呀，信口开河呀。轮到我说的时候，我说哎呀，幸亏卡拉桑斯大使这次没有去日内瓦，不然的话你还真不知道日内瓦会谈会出什么结果。我说之所以日内瓦会谈能取得相对满意的结果，就表明美国国内还是有理智的人的，包括现任的财政部长Bessent， 也包括现在的贸易谈判代表 Greer 先生。卡拉桑斯大使着急的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是你的朋友也不一定他代表跟你立场一致啊。我说中美谈判谈到今天，表明两个国家都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都想把问题解决啊！你别发动这种无谓的关税战，打得中国美国老百姓都受伤，而且你美国也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好处啊。所以我说大家应该很幸运吧，我们是在迪拜见到了卡拉桑斯大使，而不是在日内瓦由他去代表美国参加中美的贸易谈判。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无法详细的论述，我现在巴不得把这次在迪拜参加的阿拉伯战略论坛的辩论视频搞到，然后呢尽快的发给大家看，大家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耳朵看一看当今世界中国和美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觉得你从卡拉桑斯大使身上就能够看到现在美国反华仇华激华的一些人他是怎么想的，他心里有多少的龌龊。你也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已经变成了自由贸易的旗手了，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在跟美国进行贸易战的过程中，即便是在日内瓦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的意见之后，在今后90天里边如何跟美国做好关系，如何在下一步的谈判中坚守我们中国的底线，然后呢捍卫自由贸易，然后呢在关键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地方我们一定是寸步不让。我很有感触，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就带着代表团浩浩荡荡来到了阿联酋这是他在沙特阿拉伯，他在对卡塔尔进行了访问之后出访的第3个阿拉伯的国家。当然了，美国保持跟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主要的阿拉伯国家的良好的关系，这一点无可厚非美国这次来，特朗普就有点像变成推销团团长了，到处推销美国各种各样的商品硬件软件等等，这一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是他这种架势摆出来的就是世界上只有我，你要跟我做生意，然后言下之意呢你要跟中国保持距离你不要跟中国做生意等等。另外他说我把英伟达的很多的这种软件也好是吧，计算器也好卖到你这儿，只能你自己用不准让中国人来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种霸凌态度然后这种趾高气扬，这种非我莫属的样子实际上表明的是美国有点外强中干了。美国最好还是实事求是，美国千万不要跟中国为敌我在辩论会上我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明天特朗普总统就要来了，
如果我有机会跟特朗普总统献一言的话，我可以这么说，我说特朗普总统啊，千万不要与自由贸易为敌，千万不要跟自由贸易过不去，只有推动自由贸易才能够真正的保证美国可能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我觉得我这句话一点不错，当着特朗普的面，我也会这么告诉特朗普总统。